养妹非要去追求缅北的高薪，我和爸爸好心劝说，那里诈骗横行，容易发生危险，于是她拒绝了高薪 offer。可当晚，她就以焚火明志来控诉我和爸爸的霸凌行为，结果她被帽子叔叔就下，成为被豪门压迫的独立职业女神。我和爸爸却遭网暴，被人恶意脱女供而死。在睁眼，我重回到养妹再次提出要去缅北就职那天。我通过一家跨国公司的面试了，是在缅北的分公司，薪资特别高。介绍人宇哥说那边虽然有点乱，但只要待在园区里不随便外出，安全肯定没问题。关键那是正规大公司，福利待遇比国内白领强多了。他还说好多人在那边干几年，回来别墅豪车都有了。前世柳如烟也知道缅北动荡不安，压根不想去，但她怕拒绝会得罪人断送前程，于是把责任推在我和爸爸的身上。这一世她不去也必须得去。我刚张嘴正要答应，就看见爸爸拉着柳如烟的行李箱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。如烟，你这孩子有这么大的心思，怎么不早说？立个誓吧！我听说过4个人物，他能给你介绍这么好的机会，说您看好你啊，亲，必须去，叔叔支持你。知道你最近为这事心神不宁，没空收拾，我连行李都帮你打包好了，到了那边别省着，该支持该花花，钱不够就跟叔叔说，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5000。好好干，给咱们家也给咱们国家出去的人尝尝脸。柳如烟当场愣住了，看着爸爸，又看看那塞得鼓鼓囊囊的行李箱。明明柳如烟话里已经凸显了缅北的危险，一贯疼爱宠溺她的爸爸，又怎么可能舍得让她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难道爸爸也重生了？如烟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还在为考研发愁呢，你就已经能拿到这么高的海外 offer 了，真羡慕你。等你从那边历练几年回来，也是抢手人才，甚至可能直接被猎头挖到顶级公司，又风光又有前途。如烟姐，你就是我的榜样，我要向你学习。此话一出，爸爸和柳如烟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。爸爸眼眶迅速泛红，他明白我也回来了。而柳如烟对我这番崇拜，比他预想中爸爸的支持更让他措手不及。如烟姐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总黏着你陪我玩，爸爸骂过我了，说我不能因为自己没出息就拖着你，真正为你好，就该全力支持你去闯荡，开阔眼界，追求更好的未来。敏敏懂事了，爸爸高兴。如烟啊，你可要给妹妹做个好榜样。我们父女一唱一和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柳如烟脸上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。其实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，最近新闻里天天讲缅北电信诈骗，好多人都被骗得倾家荡产，好像还挺乱的。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危险了，是有点吓人。但是如烟姐，你既然想去，肯定有你的道理和把握，我们肯定支持你啊。我们知道你一直想赚大钱，给你已故的父母争光，我们可不能拖你后腿。柳如烟的脸色更难看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想再找借口。我眨了眨眼，故作疑惑地问：如烟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不好，是不是其实不想去缅北工作啊？可你刚刚不是还挺向往的吗？谁说不去了？我当然想去，就是突然要离开你们，有点舍不得。李经理嘛，哎，对，是我乔振国，如烟都跟我们说了，太感谢您给他介绍这么好的机会，孩子特别乐意去，我们全家都支持。是，年轻人就该闯荡见世面，后天就出发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嘛。不过您放心，行李我们都给他收拾妥当了，一会儿就送他去跟您会合，直接出发，省得来回折腾耽误事。正好我闺女最近学习压力大，我带她出门旅游散心，可能得一阵子才回来。爸爸挂了李经理的电话后，慈爱地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。如烟啊，我都跟李经理说好了，你直接去集合点就行，时间真快。你爸走后，一晃你到我家也快10年了，从小丫头长成大姑娘了。俗话说，儿大不由娘，闺女大了也得放飞，以后的路就得靠你自己走了。我和敏敏还没怎么出过远门，明天也带她出去见世面，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爸爸这一手太高明了，既断了他借我们口拒绝的后路，又用放飞和旅游划清界限，让他以后没理由再粘上来，最后直接准备消失，让他再也找不到我们。柳如烟无奈，只能眼泪汪汪，一步3回头递上了我们叫来的车，目送车子消失在街角。翌日，我们正准备出发旅游，却接到了他学校辅导员的电话，说他突然被车撞住院了。我和爸爸对视一眼，果然开始用装病这招了。赶到医院急诊观察区，只见柳如烟额头上贴着块纱布，手臂上吊着绷带，脸色苍白地半躺在病床上，旁边围着几个闻讯赶来的同事，还有那位介绍工作的李哥。对不起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下午过马路时有点走神，被一辆电动车蹭倒了，摔得有点重，头也晕。医生说要观察，这可怎么办？会不会耽误了你们的出发？李哥好不容易给我争取的机会，叔叔也那么支持我，都怪我太不小心了。旁边的李哥皱了皱眉，报到时间是有规定的。他正要开口，爸爸已经抢先一步，语气充满关切。哎呦，
我的傻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，疼坏了吧？别怕，别怕。来的路上，我已经联系了我最好的朋友张医生，市里顶尖的创伤骨科和运动医学专家，他正好今晚值班，马上就过来给你会诊。咱们用最好的设备检查，一定给你弄清楚，只要没伤到要害，配合治疗，按时出发，肯定没问题。叔叔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您一直照顾我，我已经欠您太多了。这次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你爸走的早，我把你当亲闺女看，你出事我能不管吗？现在关键是你的身体和前程，你放心，张医生技术一流，他说你能走，你肯定就能活蹦乱跳的走。那就谢谢叔叔了，太麻烦您和张医生了。周围的同事纷纷感叹乔先生真是重情重义，对固有之语如此上心。李哥的脸色也缓和了些，开口道：乔先生真是费心了，如言你也别太有心理负担，好好配合检查，出发的事看医生怎么说。李经理，各位真是抱歉，孩子突然出这么个事，大家工作都忙，压力大，平时也难免有些磕碰劳损。这样，等会儿张医生来了，顺便也给大家简单看看，做个风险评估，健康最重要嘛。乔先生这样身份的人，亲自安排医生，真是难得。听说张医生平时一号难求。是呀，不过柳如烟刚才那表情，是不是疼得厉害？脸色一直不好看。要我说，也是运气。咱们平时体检哪能约到这种级别的专家？今天倒是沾了光。如烟，放轻松点，乔总也是为你好，检查清楚，大家都安心。顶尖专家的免费诊疗机会难得，李哥和几位同事都点头同意。柳如烟在病床上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怼。这是怨恨爸爸坏了他的好计，还是想着继续装病？不论什么医生来了，那也是不舒服。以为用车祸戏码就能蒙混过关吗？太天真了，好戏这才开始。次日，爸爸就领着张医生进来，寒暄几句后，张医生直接进入工作状态。张医生先详细询问了柳如烟事故发生的具体经过、着力点、当时及现在的疼痛感受。柳如烟支支吾吾，描述的颇为含糊，只是反复强调全身都疼，动不了。张医生直接安排了急诊的 X 光和 CT 检查，检查报告一出来，张医生就给出了最专业的诊断。从 X 光和 CT 结果来看，刘小姐的四肢长骨、关节面、脊柱椎体及附件均未见任何新鲜骨折征象，关节间隙正常，软组织肿胀也不明显。也就是说，从影像学上看，不存在需要严格制动或影响长途出行的急性骨骼或严重软组织损伤。可是我这里真的疼得钻心，一动就像针扎一样，肯定有内伤。张医生，是不是你们检查的不够仔细？刘小姐可以放心，我们的机器是从国外引进，至今还没有差错。这里是胫骨，片子显示非常完整，骨皮质连续。你刚才屈伸脚踝的动作并无明显障碍，真正的严重肌肉拉伤，你刚才那个动作是做不出来的。旁边的同事中有人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，柳如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不甘心的又去摸自己的后腰。那可能是腰摔坏了，我现在腰都直不起来。不可能啊，从你这片子上来看，腰椎的序列也很正常，没有椎体滑脱或压缩性改变。再者说，急性腰扭伤通常有非常明确的压痛点，而你现在的卧位姿势，包括刚才试图挪动时，腰部肌群并没有显示出典型的防御性紧张。千万不要在医生面前撒谎，因为他会当面拆穿你所有的谎言。你这种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，都是学生装病不肯去上学，才用这一招。刘小姐，你是对去缅北工作这件事本身感到害怕或不愿意吗？这时李哥也反应了过来，脸色难看道：柳如烟，你不想去？没有，李哥，我很想去，可能是太激动，没休息好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我一定能按时报到。他怕得罪李哥，更怕失去这个高薪机会和可能的靠山。前世他就是这么把压力和风险转嫁给我们。李哥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而是神色严肃道：柳如烟，你要是不想去，那可以直接说，因为这个机会多的是人想要。我是看你机灵能干才推荐你的，安全问题也不用过度担心。正规外派员工，只要遵守公司规定不乱跑，基本没问题。要是真说危险，哪里都有风险，可不还是有那么多人去海外工作。李总您放心，在缅北报道的时候，我一定准时赶到，我也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更不会给您丢人。这孩子就是实诚。当年他为了继续上学，徒步起10里山路来找我，在我门前跪了半天。我看着他那双眼睛，想起他早逝的父亲，实在不忍心。如烟啊，李哥给你这个机会不容易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你可不能辜负啊！叔叔，李哥，我知道，我会好好干的。为了防止他在耍花样，我和爸爸决定走他的路，让他无路可走。当晚直接在病房里开了直播，砸钱买流量，打造孝女为已故父母争光勇闯海外的人设。虽说是新号，但只要舍得花钱，那流量人气肉眼可见的涨了起来。这是我一直照顾的固有之女柳如烟，
这孩子命苦，但心气高，一直想靠自己的能力让父母含笑九泉。这次得到了难得的海外高薪工作机会，虽然地方远点，但正规公司，待遇优厚。作为长辈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们家小如烟总算熬出来了，她真的太棒了。做戏就要做全套。说着说着，爸爸情不自禁流下感动的泪水，继续道：旁边在撒乐的是我亲生女儿，成绩和小如烟比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。这次小如烟去闯荡，女儿心疼和紧张的不行，我自然也是很舍不得的。但长辈的爱就是在合适的时候放手，让你们飞得更高更远。虽说外面说不安全，但这是正规公司外派，有保障的，绝对的安全。不只是我们国家，很多人也都有去海外工作的，和那些动乱的地方是两回事。爸爸还翻出一些精心筛选过在缅北正规企业工作的华人分享视频，只提待遇和奋斗，绝口不提风险，水军带节奏，弹幕一片也纷纷表示了支持。从困境中逆袭的小姐姐最美，加油！缅北那么乱的地方，小姐姐也敢去闯，真的太有勇气了。不过都说富贵险中求，我也要努力，将来和你一样赚高薪。虽说缅北有些危险，但是正规公司外派肯定有保护，努力赚钱，改善生活，支持小如烟，未来一定一片光明。真佩服！但凡我当初有你一半闯劲，现在也不会过得这么平淡。过来人，给你点赞。被我和爸爸这么一弄，柳如烟被架上去了，面对满屏夸赞，只能硬着头皮对着镜头道：大家好，我是柳如烟，我一定不负大家的鼓励，好好工作，努力赚钱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于是柳如烟又被狠狠地夸了一顿。小姐姐不仅漂亮，还这么有魄力。小姐姐这么敢拼，将来肯定是国家栋梁啊！柳如烟把弹幕都看在眼里，暂时忘却了她一开始的目的。而我也背着柳如烟悄悄将爸爸拉到走廊，给他汇报这段时间调查的发现。那个李哥介绍的公司，如果真如他所说是正规的，柳如烟去了恐怕也不会立刻有生命危险，顶多吃些苦头。咱们的算盘要落空喽。那可不一定哦，外派员工受到公司保护，那自己偷跑出去或者私自接活可就没有了。你是说让他自己脱离保护圈？外派报道可是要自己办理手续，自己前往住宿地点的呢，路上会发生什么，公司可管不了那么细。我们开始帮柳如烟做心理建设，于是我开始买一些缅北危险的视频本地推广，让柳如烟打开就能刷到。本就恐惧的她，心理防线彻底崩溃。终于在医生最后一次通知出院时，她想跟我们回家，爸爸却直接把车开到了李哥指定的集合点附近酒店，放下他的行李。如烟，明天就要跟李哥他们集合出发了，住这边方便，今晚好好跟同学朋友告个别。我和敏敏这些天也累了，明天就去旅行，学校假也请好了，带他环球玩几个月，见见世面。叔叔，我不去了，那地方真的去不得。我朋友就有被骗进去的，天天挨打，完不成业绩就被关水牢，还有被嘎器官的，那是地狱。叔叔，你帮我去跟李哥说说，我不想去了，我怕直接拒绝他会报复我，我斗不过他啊。他果然忍不住，不装了。名额定了，合同都快签了，你现在反悔，不是把李哥和公司都得罪死了？以后你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？这事我管不了，你要么自己去说，要么就按时去。你要是敢临阵脱逃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叔叔。爸爸的话语说得十分果决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柳如烟傻眼了，她没有想到爸爸居然这么狠，然后转眼看向了我，哀求道：小敏，缅国那个地方真的很危险，你帮我劝劝叔叔好不好？不然我会嘎在那里的。这是想利用我的同情心帮他说话。前世的时候，每当他露出这副表情的时候，我都不会拒绝他。可这一世，我不会了。如烟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之前是你自己说机会难得，爸爸全力支持你，给你钱，给你找医生，还直播为你加油。那么多人都去海外工作了，不都好好的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见我也开口拒绝，柳如烟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，神色怨毒道：原来平时你们对我的好都是装出来的，现在眼睁睁的见我往火坑里跳也不肯拉我一把。好，你们见死不救，就别怪我心狠。你说这话就太让我们寒心了。算了，随便你吧。说完，拉着我就上车，扬长而去了。我和爸爸早就预料到了柳如烟会有所行动，她果然行动了。隔天就在网上发视频哭诉，不仅颠倒黑白，还说我们长期精神控制她，见她有能力就逼她去危险地方工作，好让她再也回不来。加上前几天我在医院直播的热度，所以她这个视频发了之后也小火了起来。都不知道买热搜，算了，还是让我帮你一把吧。于是我帮柳如烟买了10万流量，直接冲上热搜前3，全网哗然，连带爸爸的公司和我们住的片区都遭到骚扰和辱骂。李哥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接，于是李哥只能给我爸打电话。乔老板，这怎么回事？柳如烟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？明明是他自己求来的机会。李经理，我也懵啊，
这孩子可能是不想去，又不敢跟您直说，就想出这么个歪招。我听他提过想当网红，说不定是想借这次炒作，那好歹也要提前说一声嘛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胡闹，让他立刻澄清，不然我告他诽谤，公司和我的名誉损失他赔不起。哈，我再给他打电话，如果他实在铁了心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挂了电话后，爸爸将柳如烟把他拉黑的截图发给李哥看，表示无能为力。于是李总只得在视频下面澄清解释，柳如烟是自愿接受缅北工作机会的，若是他不想去或者被谁逼迫了，都可以直接说，公司和我会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和安全。李总同时附上了一些其他海外外派员工的分享视频，都非常健康，工作环境也不错。柳如烟当即就转发了这条讯息，并且配文：李哥是好人，请大家不要攻击他，一切都是乔家妇女逼我的。柳如烟这番话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和我爸，网友们开始在爸爸的账号下面问候起来，各种词语络绎不绝。一连几天，我们沉默，柳如烟以为我们怕了，开了直播，编造更多细节，网友群情激愤，甚至有人人肉我们的地址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还愿意听我说这些。今天鼓起勇气开这个直播，是想和过去那个总是忍气吞声的自己做个了断。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幸去世，自此就开始寄人篱下。曾经我以为自己特别幸运，遇到了乔叔叔一家，他们说要帮我，把我当一家人。可慢慢的我才明白，一家人的意思是我得承包大部分家务，随叫随到，看着他们亲生女儿的脸色生活，这些我都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只要能继续读书，我什么都能忍。我太想抓住每一丝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了。说着，柳如烟眼泪就像决堤了一样。眼见网友十分买账，她继续添油加醋的哭诉：可这次仅仅只是因为我比她的亲生女儿能干，能找到高薪工作，所以他们非逼着我去缅北。可是我并不想去缅北，只想留在本地安稳发展，将来找个好对象，把欠他们的情都还了。这么简单的愿望他们都不让我实现，我不怨他们，因为人都是自私的。没关系，我从今以后会往前看，继续靠自己努力，将来赚到钱了补偿他们，到时候就两清了，可以为了自己堂堂正正的活着。网友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辱骂起我和爸爸了起来，还重金悬赏我们的地址。看到弹幕骂得如此狠，他眼底里闪过了一抹算计得逞的光芒。柳如烟，你觉得你的阴谋真会得逞吗？真是太天真了。我看时机成熟，将早已准备好的3段高清视频发布到网上。第一个是柳如烟主动说要去缅国留学，第二个视频是在医院里面，她装身体不舒服，第三个视频是她在医院和李哥说很想去缅国工作。发布后我还投入流量推广，真相瞬间逆转。刚才还在柳如烟直播间刷礼物的网友，转头就举报了她的直播间，并涌向她的账号怒骂。大家都别信了柳如烟的鬼话，柳如烟是个骗子。我知道真相是什么。柳如烟正哭得稀里哗啦的编造我和爸爸霸凌她的事情时，直播间直接被愤怒的网友举报关闭了。下播的柳如烟看完我发的视频后慌了，疯狂给爸爸打电话，但爸爸并没有接，于是柳如烟给我打电话了。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快让叔叔接电话，把视频删了吧，我道歉并赔偿，当时只是头脑发热，太生气了才会这样的，并不是真的想针对你和你爸。晚了，爸爸已经取证，准备起诉你诽谤和损害名誉。你这情况够进去待几年了？不行，你们不能起诉我，我也绝对不能去踩缝纫机。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不能就这么被毁了。我跪下来求你们行不行？我马上来找你们。你现在出门，不怕被愤怒的网友认出来发生意外吗？那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能原谅我？我都道歉认错了，你们还想要怎么样？我不过就是犯了一点的小错，开了个小玩笑，你们至于要逼死我吗？如烟，我自问待你不薄，你这次太伤我心了。你想让我原谅你，可以按照原计划去缅北工作，好好干出个样子，所有费用我承担，以后我继续支持你。如果你还是不去，说明你毫无悔意，我们就法庭上见吧。这行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李哥那边因为这次风波，说公派名额取消了，得自费。你的所有费用我都承担。听到这句话，柳如烟松了一口气，爸爸当即赚了10万给他，他立刻买了最早的机票，发来截图。我们开车尾随，亲眼看着他通过安检，消失在登机口。我通过特殊渠道将柳如烟的照片、基本信息等一些特点匿名发送给了某个缅北人力资源圈子的中间人，而这还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，他曾告诫过我，那里漂亮的女人是硬通货，而到了那里，最好的下场是被某个头目看上，当一段时间的专属，腻了或惹恼了，就扔去最底层的娱乐场所或诈骗窝点，沦为所有人的工具，没价值了，或者单纯不听话了，就处理掉，后山埋都埋不过来。柳如烟走得仓促，没来得及发任何澄清或道歉。公司想让柳如烟发澄清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再联系到她。半年后，
我顺利考入了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在酒店里摆了3天的宴席。2辈子了，我最高兴就是今天，我闺女曾琦考上了研究生，还是重点大学。以后啊，我能给你老妈好好的炫耀一番了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运气这么好，居然真的考上了。不枉我拼命看书做题，找家教了。而且运气很好的是最后几道大题，我刚好都刷过类似的。升学宴上，我那个曾经被骗去缅国的富二代也来了，还给我带来了消息。你让我留意的那个人有消息了，他一开始因为长相被一个小头目留下，但试图逃跑，被抓回后转卖到了最乱的 XX 园区，之后就再没任何音讯了。这一世，我们终于用自己的方式，让咎由自取这个词有了它应有的归宿。